北美馆自2014年起推动 X 赛年度计划，以公共空间作为实验场域为核心精神，一路走来，支持许多优秀的建筑艺术设计以及跨领域的创作者，实践他们的创意构想，成为台湾培育中青世代创作者的重要平台。每年夏天，这座临时且充满创造力的作品，吸引来自各地观众参与其中，自由感受空间与环境之间的变化，对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等议题的想象，让艺术走出白盒子，成为与人互动的城市节点。X 赛计划不仅只是一个展览，更期待成为与大众建立连结的公共场域。X 赛已经到第12届了，在过去10几届里面，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都被探索，也被表达过。评审团队希望这一次的参展作品，可不可以扮演一种承先启后，那有一种创新的思维的一次的展览。我们在选出这个毛孔城市的时候，第一个是对于它这种跨域的整合，是融合的一种建筑的一种理念，跟工业设计的一种方式，非装置跟非建筑的一种作品。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特质就是它的尺度，因为它的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占领，它的意图很大，希望把整个北美馆的北广场全部都占领起来，那它是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所以我们非常鼓励跟非常的期待这样的挑战落实完成，然后成为对未来的作品的一种启发。美术馆的广场，它其实在5到7月的时候非常的炎热，我们也开始意识到热会把人在广场中有点排挤的效应，因为整个广场跟热粘着在一起的状态，其实人不太会亲近广场，所以我们就想象中，用物件或是用这个铺面的改变，去创造一个新的体验跟经验，会不会人就再回到广场的核心？这个表层可能就像是城市正在发烫，它会不会也需要散热？我们透过物件，透过这个铺面，透过水的系统，好像重新占领了这个广场，但是人也默默再回到这里去发生更多的可能性。在思考这个城市或这个广场，或是任何的城市中的场域，是一个有点像这种海绵一般多孔的状态。其实就非常想要以一个物件去出发，很直觉的就从一个小的物件开始去如何到这个占领这一件事情。这次占领的范围是非常的大，在美术馆广场这边，其实占领了整整3层，几乎80%以上的面积。所以我们的物件本身具有一种生物的形态，它具有一个喷雾，让环境去改变它的温度的状态。我们物件的制造部分，它其实是用3D 列印的一个模具去反砂制造，再加上了一个铝脊，这延伸了我们高柱的一个高度。场地本身对于我们的概念来说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这个蛇纹石这个石材脆弱。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场域之下，我们也不可能做一个侵入式的一个组装，所以对我们的设计或是执行上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。我们总共是142支的喷雾柱，扩张网大概330片左右，柱体本身就是以一个回收铝的材料去制造而成。地板的骨料扩张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大概就是2吨的一个重量这样。在我们撤展以后呢，它其实还是直接可以回到它原先被使用的一个场域中继续被使用。这个作品它有趣的地方是，你可以从马路的对面看到这个广场，你会很明显看到这个白色建筑物前面有一个银色的铺面，跟一根一根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状态的东西。走入其中，你可能在2分钟后就会开始有水雾的排放，你会发现这个60秒时间，突然热又被带走。我们希望人进入到这个空间，它还是有感受到热的状态跟热被带走的状态，就像散热的一个机制。你会想象，城市似乎正在呼吸。
从一个比较意象上或是一个视觉上的来说的话，我们这个喷雾的柱体创造的是一种环境上更多的一个多样性啦。像矮的柱子，一个比较生物性的一种肌理，然后从一种孔洞，从一种毛孔去喷射出来的一个雾气，一种散热状态，跟在高柱的部分就显得更像一种机械性或者工厂性的一种排放，一种烟囱的这种比较具象的一种想象。我们其实希望把这个场域回到广场，跟它本身的公众性，跟它本身的一个开放性。我们其实是希望人在这个场域当中多了一个新的视觉，一个陌生化的环境，比较能亲近的温度，然后让人可以自然而然再回到广场本身。随着天气的不同，比如说大晴天的水雾很快就蒸散了，可是雨天的时候，这个水雾又会把人包覆在其中，就会有一种像是山林中的一种想象，去引导观众在里面去探索或发掘的乐趣。看到小朋友蹲在我们的那个矮柱前面的孔洞，就这样痴痴的等这样子。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对我来讲蛮感动的，它其实有点回到我们想做的初衷，就是其实人就真的回到了广场里面，跟广场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连接。我也蛮喜欢我们这一次扩张网的选择，它没有完全的覆盖地面，你还是可以看到底下的蛇纹石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原本这个广场的状态，高高低低的泄水坡，可以走在这个上面感受到不一样的脚踏的质地，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个原本的材料，你就会发现一些石缝中长出一些小草，我们好像占领了广场，但人跟自然也回到这个广场的里面。不同的气候，然后不同的光线下，它场域的氛围基本上都会有蛮剧烈的变化。觉得夜间更偏向一种展演的舞台，然后它其实有一个更丰富、更强烈的表情。我觉得我们的作品看似是一个非常刚硬的材料，但其实我们的意图，然后到最后呈现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它跟广场、跟人、跟环境是非常亲密的一个状态。他的作品看似非常简单，是一个矩阵的系统，用喷雾作为一个城市降温的这种目的，它让参观者可以真正的接触到这个作品，网格的边界被雾给扩展，让它整个的广场实际上变成用雾来做另外层次的融合，它的整个广场是被占领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视角。本届 S 赛的公务计划以身体感官切入，以更贴近日常方式，邀请观众在炎热气候中调节身心节奏。重新开启身体对气候细微感知，学习如何与城市气候共处的练习。日赛计划不仅强调艺术与建筑的跨域对话，更纳入对环境永续的关注，鼓励团队逐步深化对环境议题的回应与实践。S 赛计划不只是艺术计划的延续，更象征艺文机构面对气候危机时的一种反思，推动观众对永续未来的共同想象与行动意识。